这是一架 A10，一架对地攻击机，仅靠一门30毫米机炮，1-2秒就能击毁一辆坦克。人送绰号“坦克开罐器”，以其极有特点的机炮发射声而闻名。机炮的发射速度高达3倍音速，以至于在战场上，听到机炮声的敌人可能还活着，没听到的肯定死了。有时候甚至友军也不能幸免。在03年的伊拉克战场上，打嗨了的油猪在没有指挥官的攻击命令下，对地面的英军皇家骑兵团的4辆装甲车实施了精准打击，痛击友军。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就想用 F-16改成 A-16代替油猪，但直到今天，油猪也没有被完全代替。这架空中装甲车到底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点，让其无可代替，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欢迎来到 Chris 军事基地，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架飞猪到底是一架怎样的飞机。A10以它30毫米口径的复仇者7管空用机炮最为闻名。该机炮是由通用电气制造，是美国军队所使用过最大、最重以及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占 A10净重的16%左右。甚至有传言说，如果持续射击，飞机会因其强大的后坐力而失速。其实这并没有夸大其词。复仇者机炮在使用4200发每分钟的射速时，产生的推力高达44.5千牛。要知道 A10采用的2具通用电气涡轮扇发动机，每台推力也只有41千牛，所以机炮根本无法安装在机身两侧，巨大的后坐力会使其无法瞄准。复仇者机炮安装在机身中轴线略微偏左的位置，同时其起落架略微偏右，这样就能确保机炮运作时，实际开火的炮管处于飞机的中轴线上。为了获得最好的穿甲效果，其弹头内部包裹着一块口径较小的平铀核心，其密度极高，因此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并且 A10是由上而下向坦克防护较薄弱的车底立即开火，所以炮弹可以有效地贯穿坦克装甲，在500米距离60度倾角下可以穿透69毫米的装甲。A10采用直线翼设计，翼展比机身长度大，大面积的翼面配上大面积的副翼，所以具有高展弦比。这里简单提一下展弦比，展弦比就是翼展的平方除以机翼的面积，可以理解为展弦比高的飞机获得的升力更大，亚音速下的航程更高，机动性更好；展弦比低的飞机则有着更好的高速飞行性能。A10这种如同2战轰炸机一样的复古设计，虽然不适合高速飞行，但低空低速时有着优异的机动性。高展弦比也使得 A10可以在相当短的跑道上起飞及降落，并能够在接近前线的未整备的机场运作，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抵达战区。其滞空时间相当长，能够长时间盘旋于任务区域附近，并在300米以下的低空执行任务。执行任务时，其飞行速度一般都相对较低，仅为560公里每小时，以便发现、瞄准及攻击地面目标。因为飞得太快，反而难以锁定面积较小或者缓慢移动的地面目标。其发动机背负于机身后段的背部，提高了离地间隙，降低了飞机在恶劣机场条件下发动机吸入碎片和沙尘的几率。发动机喷管所排出的废气在水平尾翼上方及2片垂直尾翼之间通过，因而降低了 A10的弧脉线特征。而发动机位于主翼之后，主翼的遮挡减少了其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机会。机翼前缘以分槽结构构成，以减轻重量的同时保有足够的结构强度。由于 A10的主要任务是进阶空中支持，需要近距离面对敌方地面防空火力的攻击，而且 A10航速较低，被击中的机会因而较大，所以提高其存活能力成为了设计的重点。A10的设计异常坚固耐用，其内部具有高强度的机体结构，使其战场存活率非常高，能够在战斗中承受不少严重的损伤。A10可以承受穿甲弹或者23毫米高炮弹的直接攻击，即使其失去了一个发动机、一只尾翼、一个升降舵，或者一个主翼断掉了一半，
其仍然可以继续飞行。A10的飞行系统有3重保障，包括2套独立的液压系统以及1套机械系统。当2个液压系统全部故障时，飞行员可以在没有动力辅助的情况下手动操作。该系统只有基本的控制能力，但人足以控制飞机飞回基地降落，或者飞至安全的空域弹射。这种安全冗余设计可以在 A10的很多部件中找到。主起落架的陆轮在收纳状态下仍有部分露出轮舱，因此即使在降落时起落架失灵而不能放下，露出的轮子也可以减少机身与地面的摩擦，从而增加可控性，降低机身的损坏。起落架是往后伸展的，即使液压系统失灵，仅依靠重力以及气流的推动，也可以使起落架归位。A10有4个自分式油箱，全部位于机身中心，以减少被击中的机会。驾驶舱以及重要的飞控系统则由540公斤、厚度13到38毫米的钛金属装甲保护。此装甲箱被戏称为浴缸，可以抵受23毫米弹药的扫射以及较少数的57毫米弹药射击。A10还拥有巨大的防弹气泡型座舱盖，给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全方位视野，还可以抵挡小口径武器的射击。油珠的存活能力已经在实战中得到验证。2003年，一架 A10在巴格达执行任务时被防空炮火击中，2个发动机的其中一个损毁，液压系统失效。驾驶的飞行员 Kim Cabell 以备用的机械操控系统飞行了1个小时后返回基地，并安全着陆。油珠的制造契机还得追溯到越南战争期间，陆军发现空军当时的战斗轰炸机在执行进阶任务时都存在很多缺点，包括 F100、F105、F4 都有着巡航速度过快、巡航时间短的问题，在任务目标区上空停留时间极短，难以有效辨识目标，提供精准且持久的空中掩护。再加上国防部希望建立专门打击苏联钢铁洪流的空中力量。1966年9月，美国空军正式开展攻击机试验项目，最终费尔柴德的 YA10竞标成功。第一批量产的 A10A 于1975年10月被分派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空军基地。起初，美国空军并不欢迎油珠，因为飞行员们传统上都会更喜欢更高速、高机动性的战机，例如 F15和 F16。与这2款战机相比起来，油珠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能，都并非当时科技的顶尖之作。由于美国空军认为 A10只是为陆军服务的单一功能的对地攻击机，所以不打算大量装备，甚至打算把对地火力支持的任务直接交由给陆军装备的攻击直升机负责。到了80年代，由于华约的装甲部队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美军决定改变项目，把 A10用来当做低空攻击的角色，部署于西德，专门对付苏联在东欧的坦克。但 A10还是一直受不到重视。1987年，美国空军甚至将115架 A10改装，发配到国民警卫队执行航空管制任务。直至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A10迎来了自己第一次证明的机会。144架 A10机群出了将近8100架次的任务，一共摧毁了伊拉克超过900辆坦克、2000辆其他战斗车辆以及1200个火炮据点，使其成为在该战役中效率最高的战机。期间 ，A10也击落了2架伊拉克的直升机，全部是以30毫米机炮击落。美国空军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曾将小部分的 F16改装，在机身下方安装 GAU-13机炮，使其成为 A16攻击机，期望 A16的高速性能会有着更好的生存能力。但实战表明 ，F16的机体结构强度难以承受机炮开火的强大后坐力，飞机的偏航明显令炮弹出现严重的散射，射击精准度很差，效果还不如直接使用集束炸弹。由 F16改装的 A16在机身防护能力上也远远不如结构结实的油珠。战后 ，A10受到美军的重视，空军也打消了以 F16取代 A10的念头。在随后美国发动的大大小小各种战争里，都有着油珠的影子，成功晋升为陆上大兵的好伙伴。Thanks, sir. I just shit my pants. A10预计将服役至2028年或者更久，到时可能会由无人机 MQ9或被 F35所取代。
但与其他的美军战斗机相比，其飞行成本相当低，每小时只要5944美元，所以以 F-35的成本去做 A10的工作是极其不合理的。根据美国军队时报2019年8月的报道称，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表示，其装备的173架 A10攻击机已完成换装新机翼的工作，预计换翼工作将使 A10的服役年限延展至2030年代末。接受改装的 A10约占美国空军282架 A10总攻击机的61%，足以体现 A10的不可代替。总的来说呢，游珠作为一款功能单一的对地攻击机，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它的任务，在敌人没有稳定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不夸张的说，它已经坐稳了20世纪最强攻击机的宝座。OK 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下期想看什么，打在弹幕上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